啊！陆晨敢欺负我妈，你们干什么去的？为什么不去阻拦？楼上的人已经把医院封锁了。这个狗东西，老子迟早收拾他！你现在立刻去把赵秘书给我找来，你们马上跟我赶去医院。怎么可能？一个7岁的孩子，心怎么会如此狠毒？哎，都给我滚开！怎么要你们的命？少爷，是陆天杰。让他进来。妈！小畜生，你敢动我妈，我弄死你！你儿子刚见面就行大了，还挺礼貌嘛。小畜生，你完了！我是陆家大少爷，我妈是陆家夫人，你敢欺辱我妈，逼我下跪，这事让老爷知道，一定会把你逐出家门，再也没有争夺继承权的滋味。你还说你是陆家大少爷，拿个戒尺过来。你想干什么？你刚说你是谁？我是陆家大少爷。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臣，你敢动老子？说呀，到底是谁？我是陆家私生子。一个私生子，在我一个嫡系面前，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大少爷？下次再敢乱说，废了你！都给我住手！陆晨，你小小年纪居然敢欺兄伤母，我必会上报老爷，废了你的继承权。是他，后来我还差点忘了这个贱货。身为陆正国的秘书，一直和赵雪梅、陆天杰里应外合。张秘书，你可算是来了，你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老爷啊！闭嘴，滚！欺兄伤母，一个私生子冒充自己是大少爷，我身为嫡长子，教训一下他有什么不对？至于那位后妈，是她自己受虐倾向，我帮帮她罢了。怎么？难道你也有？你说什么？我说我很乐于助人，就像这样。你个小畜生！你欺压亲属已经坐实，老爷他不会饶了你的。欺压亲属，你们谁看到了？没人看见呀，谁看见了？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既然大家都没看到，那赵秘书，你应该知道，诬陷嫡长子、陷害陆家最正宗的唯一继承人是什么样的后果。这真的是一个7岁的孩子吗？正好你有受虐倾向，那我也不介意找个囚笼，好好的满足你。陆晨，我可是老爷的秘书，你给我注意点。哦，那你岂不是知道他很多的秘密？少爷，夫人的遗体还在医院晾着，况且董事会马上要开始。哎呀，差点正事。今天算你们运气好，各位，咱们接下来慢慢玩。走。天姐，儿子，天姐，你别担心，那个小畜生他猖狂不了多久，等咱们上报老爷，联合董事会迟早废了他。我现在就回去找父亲，只要废掉那个小畜生，今日的屈辱，我必将百倍奉还。爸，我决定，为了咱们一家人和睦，我退出继承人争夺。天杰啊，你弟弟年龄还小，不过咱陆氏集团需要引路人，你的能力和才华我都是看在眼里的。可是爸，自从小陈知道我也想要争夺继承人资格，他就开始心理扭曲。我身为他大哥，总不能让他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吧？心理扭曲？呀，老爷，他都已经开始谋杀后妈，
殴打天劫了。啊？你看看，这天劫脸上的伤可都是他打的。那天劫是处处忍让，想着他能有所收敛，没想到他是变本加厉啊！可怜雪梅主母，现在还在急救室呢。这个逆子，他妈走了以后，他翻了天了不成？老爷，恕我直言，陆晨小少爷这2年风评很差，大家都很不满意。陆氏集团怎么能交给这样的人来掌管呢？可是汤姆族的势力咱不好惹啊。咱们可以联合董事会，众人投票罢免他的继承权。届时，就算叶家找上来，咱们也不怕。这个办法不错。赵秘书，你去准备资料，等这届董事会召开，剥夺陆晨继承人的身份，征添天劫为唯一继承人。陆晨，本少在陆家根深蒂固，岂是你一个小屁孩能撼动的？少爷好。我母亲安顿好了吗？回少爷，安顿好了。怎么，看你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是在担心什么吗？少爷，您今天做的那些事，老爷知道了，到时候怕是会想办法剥夺您的继承人资格。到时候就……哎呀，没事，集团的核心是董事会，不是陆正国。对了，小雪，拿这张卡去买 IS 的股指期货，设置10倍杠杆，然后建仓，拉涨30%后再抛出去，知道了吗？好的，少爷。行，赶快去吧。小雪是我妈当年义女，上一世直到死前都对我忠心耿耿，这事儿交给她办，自然万无一失。少爷，我刚刚得到消息，陆正国确认要在董事会上投票废除您陆氏集团的继承权。这事儿我早有预料。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做？要不要通知叶家？不必。既然他陆正国那儿吃里扒外，忘记我母族扶他上位的恩情，那我就陪他耍耍。我龙三誓死追随少爷。这次会议之后，必定把陆氏集团拿回来。少爷。陆长，这次投票一旦成功，你上位后可不要忘了我呀。放心吧，等本少爷当上了继承人，这执行总裁的位置非你周总莫属。哎，等一下，陆晨，董事会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进去。你一个连脸都不要的私生子，还配拦本少爷？滚开！陆晨，天杰怎么说也是你的兄长啊，你此般行径有失教养啊！我们陆家的人说话，谁允许你插嘴了？龙三，陆晨，你疯了！周总可是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既然他愿意给我们陆家当狗，那就要学会尊卑，别到时候省得外面说我们陆家不懂管教，不会训狗。陆晨，我可是老爷的得力干将，敢打我的脸，你就是咱老爷的脸，是吗？给我继续打！你救我！这件事我一定要一五一十告诉老爷。你是真蠢还是假蠢呀？就算今天我把你打死，
你想想，老爷子会保我这个嫡长子，还是保你这条笨狗？爹，救我，救救我呀！臣，我劝你现在乖乖的跟周副总道歉。什么？上次打你没爽够？那，我踹开！啊！好，完了，真的完了！周副总，你是不是被打傻了？我刚得到消息，他原来母亲所有的遗产都买了股指期货 S， 还设置了10倍杠杆。现在期货 S 已经跌了8个点，要爆仓了。爆仓？那岂不是1分钱都没有了？我靠！这个傻逼！我本来还想着如何报仇雪恨，没想到他自己捅了自己一刀，真是把罪证送到咱们脸上。是啊，一旦董事会知道他做出这等蠢事，必会剥夺他的继承权。何止是剥夺他的继承权，我看他到时候怕是连命不住，一定会跪下来到咱们面前求饶的。傻逼！鉴于陆晨干出如此丑恶之事，经董事会表决，废除陆晨的继承人身份，确定陆天杰为新一任的继承人。谁赞成？谁反对啊？我赞成。一个7岁的小屁孩，根本就没有资格做陆氏集团的继承人，更何况还欺兄伤女，恶劣至极。没错，对比陆晨这种又蠢又坏的小屁孩，天杰温文尔雅、精明能干，更符合咱们集团形象啊！我也赞成，只有天杰才是我们集团未来的希望。你们几个什么意见啊？我也赞成。我赞成。表决结果5票赞成，1票反对。现在废除陆晨对陆氏集团的继承人身份，确认陆天杰为陆氏集团的新任继承人。我还没到呢，谁允许你们表决了？我还没到，谁允许你们开会了？陆晨，这是集团的董事局会议，你并非公司股东，没有资格参加。没资格？我继承生母叶敏秋11%的股份，我现在不仅是公司的股东，还是最大的股东。你们想废除我陆家嫡长子的继承权，是一个废物私生子。不好意思，我陆晨不答应。陆晨，你雇凶杀母，欺辱哥哥，人神共愤，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陆氏集团的继承人。欺兄伤母，你哪只眼睛看到了证据呢？我亲眼所见。你亲眼所见我用匕首割后妈手腕？我蠢货！我若想杀他，何必亲自动手？还是说你们几个里应外合，想陷害人？不是这样的，董事长，我没有。陆晨啊，赵秘书跟了我10几年，我相信他的人品。你信，但我不信呀。这样吧，我还是去联系叶家，找个刑侦高手进行勘查吧。叶家，不用了，此事不需在意。陆正国，你还真够偏心赵雪梅母。此事过去也可以，但是我申请董事会永久废除陆天杰继承人的资格。什么？废除继承权？陆晨，你不许胡闹！父亲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还是联系叶家开始调查我杀后妈这件事。陆晨呐，
你要学会理解啊！目前你年龄还太小了，根本无法继承和管理集团。所以啊，我想培养天杰，也是想日后保你一生的荣华富贵。陆天杰一个只会吃喝嫖赌的废物，有什么资格来继承？我觉得拴条狗都比他有本事吧。陆晨，你在背后如此编排辱骂我，未免太过分了吧？在座的谁不知道啊？这2年，天杰为集团盈利的至少3、4个亿，而你陆晨只会哭哭啼啼呀。你们所谓的盈利，就是克扣薪水、削减员工福利吗？不是，那又怎么样？总比你拿着老夫人遗留下来的30亿现金，去搞期货赔个精光强。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掌握集团。你说什么？赔光了30亿，公司要是交给这种人，怕是分分钟要破产。眼下集团正遭遇资金链断裂危机，若是有这30亿现金，定能补齐缺口啊！继承人又不是玩过家家，一个7岁小孩想要继承陆氏集团，那不扯淡吗？我认为还是天杰最为合适。听见了吗？啊，陆晨，天杰作为继承人，那是众望所归。一个小屁孩拿什么跟天杰少爷相提并论啊？哎，你个狗奴才！刚才打你是不是没爽够呀？龙三，给我好好教训他！董事长，你得为我做主啊！够了，陆晨，眼下集团正面临70亿的资金缺口救命，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而你不仅花光了30亿，还殴打高管，你实在是无法无天了。就是，周副总只是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让人如此的报复他，你还有没有把众股东放在眼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陆晨，这里是董事会，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幼儿园。一个7、8岁的小屁孩，愚蠢败将就算了，心肠还如此歹毒。若是让这种人获得继承人位置，那我们这些员工股东哪还有好过呀？董事长，如果让陆晨继承了集团，我们一定退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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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楼坐来，坐。陆晨，你都看到了吧？以你的能力，根本无法来管理集团。你听为父一句劝，还是回去上幼儿园吧。你们想让我放弃，为什么呀？你都已经败光30亿了，你有什么资格继承呢？还真是目光短浅，这30个亿我不仅没赔，反而大赚特赚。我陆晨不仅没亏，反而还赚了。小屁孩，你懂炒股吗？你以为股市赚钱跟喝水一样容易吗？你赚个屁呀！啊，你10倍杠杆熊孩的 S 股指已经跌了8个多点了，你都爆仓赔光了都。陆晨，我知道你很想独占继承权，但是撒谎骗人就不对了。骗你，你也配？实话告诉你吧，我赚了60亿。你赚了60个亿，你怎么不再加个零，说赚了600亿啊？反正吹牛又不上税。陆晨，你平时骗骗我，你哥哥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可是在座的众股东是什么人？你把他们当傻子耍，这样说得过去吗？陆天姐，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值得我骗你，还在那儿一直诽谤我。龙三，把他给我按在地上，好好的打。住手！陆晨，眼下集团正面临70亿的资金缺口救命，不但帮不上忙啊，你们还这里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不就是70亿吗？小钱罢了。小钱，陆晨，你能不能别吹牛？你把陆董事长的脸看出尽了。你也敢诽谤我？董事长，
长，你看他呀！陆晨，你太过分了！我怎么过分了，父亲？我就是缺70亿，我一个电话就让人给你送。开始收网，把货全抛出去。5分钟之后，我要看见70亿现金的银行卡送到我面前。陆晨，笑死我了！你这是装逼演戏，做全套，还5分钟，拿来70亿现金。陆晨，你以为你是印钞机啊？你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做梦也没这么做的。陆晨，你知道70亿是什么概念？吹牛逼都不敢这么吹呀！你看你，区区70亿就把你吓到，你还真是目光短浅呀！我目光短浅。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70亿，怎么办？对呀，你要拿不出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呀？很简单，你要是拿不出来70亿，你就向在场所有人道歉，并且从此退出陆家继承权。天杰少爷还是太善良了啊！光口头道歉岂不是太便宜了啊？应该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磕头道歉。你个狗奴才，还敢顶嘴是吧？龙子，够了！陆晨，你到底敢不敢赌？赌就赌。要是我拿不出来70亿，我愿意给在场的所有人磕头道歉，并永久退出陆家继承权。但要是我拿出来的话，你要是能拿出来，老子给你道歉，并且退出陆家继承权。不够，你一个废物私生子，本来就没有继承的资格，又岂能拿你没有的东西来作为赌注？我要你以后见到我都得跪下磕头。这个赌注，你敢跟我赌吗？有何不敢？好，那你就等着给我跪下磕头吧。71到！陆晨少爷，70亿已到。看到没，陆天杰，70亿已经摆在这，还不赶紧给我磕头叫爹！胡说八道！你随便拿着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有70亿就有70亿，我还说我有100亿呢。陆晨，你还嘲笑天杰目光短浅，我看是你不知天高地厚吧？够了，陆晨，你闹也闹够了，现在赶紧向大家道歉。道歉的不应该是你们吗？啊，让我们道歉，口出狂言！陆晨，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到现在你还在演，还在骗，你该不会认为我们全场所有人都是傻子吧？凭一张银行卡就能骗过我们所有人？你们不就是傻子吗？这个混账！陆董事长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就教成这样，真是太丢我们集团的脸了！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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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陆晨，我现在就戳穿你那拙劣的演技。来人，上 POS 机！陆晨，你不是说你那张卡里有70亿吗？来，刷刷看，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钱。要是没有，你就跪下来，当众给大家道歉。那要是有呢？有，我管你叫爹。既然你这么想叫，那我就成全你。银行卡余额为70亿元。这不可能！什么？
竟然真的有70亿！不会吧？真有70亿？这小屁孩会抢银行了吧？什么银行能有70亿现金让你抢啊？难道说这陆小少爷真是炒股天才？看来我们陆氏集团出了一个小股神呐！这可以啊！小陈呐，你这70亿的现金，可真是解决了集团的燃眉之急了啊！这是我的70亿，又不是你的，想要自己赚去。你想来拿那也可以，但是你董事长的位子得跟我换才行。陆天杰，70亿已经到账，还不赶紧给我跪下叫爹！我不相信，这钱一定是你从别的地方借来的。钱明明已经在股市里亏光了，你不可能有70亿。如果你有本事，那我给你5分钟去借70亿。哼，我不和你计较。怎么？看来你还想跟我耍赖不成？我没有耍赖，这笔钱来源不明，所以我不认。是吗？你不认？陆天姐，你得知道，我现在陪你玩是觉得有趣，可是你要是让我觉得无聊的话，龙三在，围起来！陆晨，你疯了！我疯了，是你的好儿子不认账，我也没办法。我不认账，明明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证明这笔钱的来历，谁知道你这钱是借来的还是你赚来的？所以咱们的赌注不生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跟我顶嘴呢？龙三，给他跪下！陆天杰，本少爷不想这样，奈何你非要自己作死，愿赌不服输。那没办法，本少只能自己来了。我问你，叫不叫爹？我没说，我不认。好，你到底叫不叫爹？你太过分了，陆晨，你太过分了！过分？我哪点过分了？是他自己要赌的，愿赌服输，他不履行赌约，还怪我了？可他毕竟是你哥，跟你血脉相连，你让他管你叫爹，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了？他管我叫爹，我管你叫爸，咱们各论各的。给老子闭嘴！这个没家教的东西，真是丢尽了我陆家的脸面！我丢尽了陆家的脸面？难道不是这个狗东西敢赌不敢认，才丢尽了陆家的脸面？还有，是他自己要赌的，我怎么赌，还轮不到你来管。龙三，他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吗？啊！还不赶快放了天杰！主母遗留之际，吩咐我只听少爷一个人的话，少爷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董事长，你无权对我进行制约。况且，这事儿也不是少爷的错呀。陆天杰，你今天也看了，没人能救得了你，你到底叫不叫爹？且慢，陆晨的钱有问题。你不早说，我都已经叫了了。今日股市剧烈波动，怀疑是有国外势力恶意操纵股市。证监会负责人表示，将严查今天的股市大额交易流水，并冻结异常交易资金，确保股民的利益不得伤害。冻结？今日股市所有的大额异常资金都被冻结了。既然你说你的钱来自于股市，那就应该被冻结，除非你的钱不是来自于股市。那我的钱要是来自于股市怎么办？那就应该被冻结啊！冻结呢就不算数，就没法证明这钱是你挣来的。没错，万一股市松动，你的钱瞬间消失了怎么办？对，
这个赌约不作数，古诗都冻结了，谁知道钱是真的假的？赌约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陆晨，你听到了吗？赌约不成立，我没有输，还不快放开我！陆晨，还不赶快放了天劫！哎，有点意思。看来这场游戏要和你们慢慢玩。放人！给人啊！陆晨，今天这件事情，我会在心里记一辈子。等过了今天，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给你。这句话应该送给你自己，因为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走。少爷，还不回去休息？陆氏一日不在我手，我一日不得安稳。那咱们现在是钱咱们是有了，接下来要夺权。这就是陆天杰的办公室。是。杨经理，过来。是。把陆天杰的私人物品全部给我扔了，别脏了我的眼。还有，从今天开始，集团项目部的工作都交给我，听懂了吗？陈少，这恐怕是不行吧？天杰少爷可是老爷亲自任命的项目组监，你哪能？我哪能什么呀？老爷能任命，我就不能任命了吗？我再问你一遍，我能不能任命？当然。陆晨少爷可是陆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他不能任，谁能任命？还不赶紧按陆晨少爷说的去办！是。哎，不是你来这儿。当然是来投靠陆晨少爷您了。你觉得你投靠我，我就能要你？陆晨少爷在公司的根基尚浅，公司的大事小事都需要一个眼线，不是吗？行，看你表现。陈少，这是项目部近半年的资料，请您过目。别把这事忘了。龙三，少爷有何吩咐？这地址上有一座烂尾楼，你去地下室里面，把东西都给我拿出来。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是。就是这儿。还别说，小雪，你的按摩手法越来越棒了。谢谢少爷夸赞。少爷，不好了！我刚刚得到消息，龙阳集团借助江州大都督的名号，污蔑咱们陆氏集团，要咱们俯首称臣。陆氏集团恐怕要大难临头了。知道了。少爷，您不着急吗？陆氏集团可是您继承的资产，要是倒了，您可就什么都没了。着急什么呀？我早就预料到了，放宽心，陆氏集团不会倒。啊，对了，我前天让你拿的几幅字画放到哪去了？走，都在书房。去，把这封信和其中的一幅字画送给江州大都督，此事便能迎刃而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本少料事如神，快去吧。是。前世这场劫难，还得靠我母族才得以平息，但这一世，我要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要报仇，还要将陆氏集团带进新的巅峰。
们倒是也想想办法呀！啊，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集团可就完了。那龙阳集团实在是太过分了，不分青红皂白就侮辱咱们呢。要不咱们还是找人说说情吧，好歹咱们也是江州数一数二的大集团呀。找谁呀？人家龙阳集团背靠的可是江州大都督，除非有奇迹发生。哎，你个小屁孩儿，你还来干什么？还嫌这儿不够乱呢？就是，现在是集团生死存亡的时候，怎么，你还要在当下来抢夺控制权吗？只会添乱的东西，赶紧滚！我身为集团的继承人，我不能来吗？谁规定我不能来的？你可只会窝里横的东西，还惦记着你那继承人呢！我告诉你，现在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到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未战先怯，就凭你还想掌舵陆氏？你有本事，那你来解决这个问题。陆晨，集团现在有大事发生，不是你在这抢班夺利的时候。看你们吓的，不就一个大都督吗？看看你们那一个个诚惶诚恐的害怕样！住口！不许胡说！你知道大都督是谁吗？那是在江州手眼通天的人物。那有，对我来说只是一点风浪，还手就能解决。哎呦，反手就能解决是吧？陆晨，你别以为你会炒个股票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了。怎么哪儿都有你这个狗东西啊！龙三，直接走流程。哎，别打！让乱叫！一条老狗竟对主人3番5次不敬，这个狗东西为什么还在这儿？怎么我说话你们不听是吧？陆晨，集团现在有大事发生，不是你在这抢班夺利的时候。哎呀，小少爷呀，我求求你了，都这个节骨眼了，咱别闹了行吗？集团现在面临生死危机，大家都在这里集思广益，想尽办法解决问题，反倒是你一进来就殴打高管，在这吹牛逼，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呢？我为什么要把你们放在眼里？你看看你们这帮废物，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解决不好，就这还敢问我？你们配吗？你大言不惭！陆晨，我承认你确实很会赚钱，但是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你知道什么叫权力？我确实不懂，但我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坐以待毙，在这里自怨自艾，等待着所谓的奇迹。陆晨，你说的倒是好听，可是大难临头了，我们有什么办法？陆氏这条大船注定要沉了。你想狂什么？那就多狂几天，反正也狂不了几回了。狂自有往常的道理。瞧瞧你们这帮废物，一点小难题就把你们困住了，就这还想振兴公司？陆晨，我知道你有钱，想用钱来打通关系，但你知道吗？大都督这个人大公无私，用钱根本就不管用。没错，像江州大都督那种尊贵无比的人物，怎么可能因为你这种小屁孩更改想法，放过陆家？别做梦了！我看大家还是商量一下，怎么瓜分财产吧。陆晨，集团现在面临生死关头，你还是不要在这胡闹了。听为父一句话，回去上课。我向你保证，一定会给你留一份财产。班子怎么样了？少爷，都解决好了。各位，你们刚才不是想要一个奇迹吗？你想说什么？我现在可以送你们一个奇迹，只要我一个电话，江州大都督就可以亲自来集团拜访。到底还是一个小孩子会吹牛皮呀，还一个电话，江州大都督分分钟赶到公司。你以为江州大都督是你家佣人吗？啊，还随叫随到。陆晨啊，
你知道江州大都督这5个字的含金量吗？啊，那可是江州手眼通天的存在，连你的母亲都要对其忌惮啊！你还一个电话就能把人叫来，你少在这吹牛逼了。如果举行吹牛大赛第1名，我觉得陆晨小少爷参加肯定会获得冠军的。我见过能吹的，没见过你这么能吹的。得亏呀，是关起门来的董事会，不然这话要是传到外面，让江州大都督听见了，不得来治罪我们陆氏集团。行了，陆晨，那个你还是别找事了。大都督的权力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能想象到的，你还是快走吧。别着急，我还没打电话。陆晨啊，陆晨，还真会演戏，还这会儿想着打电话呢。你以为这回我会相信你吗？江州大都督，你连见面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你有大都督电话没打电话？喂，是江州大都督李半山吗？我是陆晨，限你5分钟之内赶到陆，否则后自负。我是陆晨，限你5分钟之内赶到陆氏集团，否则后自负。来人，备车，开放所有的交通管制，然后在5分钟之内赶到陆氏集团。就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还一个电话把大都督分分钟叫。大都督何等尊贵身份呢？会认识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一个小虾米？还限期5分钟之内到场，你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陆晨，你这通电话要是假的，我们就当你是开了个玩笑，自家人不会怪罪。可这通电话要是真的，你可就犯了腐敬之罪，那是要牵连9族，牢底坐穿的。届时整个陆家都将因为你受到牵连。陆晨，听为父一句劝，现在这个局面根本不是你一个小孩子可以参与的，你别胡闹了。谁在胡闹啊？他居然真的把大都督李万山叫过来了！陆氏竟然真的有电话，请来了大。谁在胡闹啊？该不会是陆晨在电话里对大都督不敬，把大都督惹生气了，让其来陆家兴师问罪的？很有可能，就凭他刚才电话里的那种语气，大都督把陆家拆了也是很有可能的。看看你干的好事，陆家因为你都要受到牵连了。大都督，鄙人陆天杰，陆家大少。嘿嘿，您能光临陆家，实在是让我们陆家蓬荜生辉呀！您放心，这个狗东西让您不开心，我一会儿就替您收拾他。陆晨，还不赶紧过来，跪下给大都督磕头认错，祈求原谅，否则今天谁都保不了你。大都督，您这是？您就是陆晨陆少爷。您就是陆晨陆少爷。没错，我就是陆晨。您让我来陆氏集团的目的是？当然是取消对龙阳集团的庇佑，给陆家一个公道。但是这前提是你们陆家给出的交代能让我满意。小陈，别胡闹了，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交代？是啊，陆少，你赶紧跟当大都督撤销对陆氏集团的这个财务审查呀。这样吧，陆家的事儿也不关我的事，大都督，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什么？你们不会觉着能得到我的庇护就这么轻松得到吧？若不是陆少的保证，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得到清算。
别，你别，小陈，到底想让集团给你什么交代？很简单，第一条，先把这条老狗给我开了去。董事长，你不能开了我呀！我这么些年，我为集团兢兢业业，我集团做牛做马呀，我付出了无数的汗水与努力。董事长，你不能开了我！你这小陈，别闹了啊！周总这些年为集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很多项目都离不开周总的。如果把他给开了，等于断了集团一臂呀！是我不能管理集团，还是说集团不是我？那大都督，您看着办。小陈。我开啊！周正英，我宣布，你被集团开除了。看到了吗？陆晨说的，说开你这条老狗就开你这条老狗。我让你后悔的。第二条，我让陆天杰履行赌约。爸，赌约？别担心，还有底牌，这个仇一定会报。好，我宣布，永久取消陆天杰陆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陆晨为陆氏集团唯一继承人。小陈，现在满意了吧？这还不够呢，父亲，我和他的赌约不止这些，还有让他跪下来给我喝毒酒爹。陆晨，你别太过分了。哟呵，哎，你这条老狗都被开除了，还为你这家主人鸣不平呀？陆晨，我告诉你，风水轮流转，你现在狂不代表你以后还会狂，信不信？等一会儿让你跪在地上求我。我跪到地下磕头求你，老狗，你想太多了。行，咱们走着瞧。陆董事长，七国财团代表已经到集团楼下了，要跟我们陆氏集团商谈签订上个月敲定的合作协议。快去迎接！这个合作可是我当初亲手拉来的，现在把我开掉，陆晨，你让我受到的屈辱，我要让你等下原封不动的偿还回来。怪不得周总说等下能报仇，原来点在这儿，居然把周总这个大功臣给开掉。这下我可以借此放难。陆晨，你完了！你给陆氏集团惹下大祸了。陆氏集团和七国财团的合同是由周总亲自谈的，你现在竟然把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咱们公司的功臣给开除了，你这简直是自断长城！对，天杰说的没错，这个项目的合作周总至关重要，没有他，这个项目还真不行。听说这个合作项目如果谈崩了，违约金那可是300亿呀！300亿！现在集团这个样子，哪来的300亿呀？陆晨，还不赶紧给周总跪下来磕头道歉，祈求周总的原谅，并且给周总高官厚禄，不然集团就因为你的胡乱操作，损失300个亿。赔给七国财团呢？你刚才不是很嚣张，一口一个老狗叫着吗？还强行把我给开了，现在光跪下来道个歉，就想让我回归项目，想得美！周总的意思是，当然是把他给废了。这种人不配做我们陆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我看你还真是记吃不记啊，还想来硬？告诉你，这件事除了我，谁都不行。对，周总说的没错，周总精通7国语言，能力非凡，又在集团工作了几十年，这个项目的合作没他还真不行。就是，这个合作项目本来就是周正英自己谈下来的，集团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项目更熟悉的人，长做合作只会导致合作失败，赔偿7国财团300亿现金啊！没错。人是他裁的，现在要请人回来，必须他自己去请。大都督，您要是不急的话，可以留下来看一出好戏。当然，陆晨少爷，荣阳集团贪污索贿的材料也准备好了吗？等会儿就交给你。
阳集团实在靠不起来了，骗我，到时候我绝不能饶了他。陆晨，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跪下来，给周总磕头认错，祈求周总的原谅！不，董事长，我觉得陆晨这个7岁小女孩做事愚蠢莽撞，根本就不配当陆氏集团的继承人。你不把她废掉，是不会回来集团接手这个项目的。周正英，你这是在威胁董事长，你未免也太超了。嚣张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办，你们必须都要求我。你这个狗还真够嚣张的呀！卢三，这条老狗对本少屡次不敬，你觉得该怎么办？当然是替少爷好好教训教训。那你还愣着干嘛？陆三，你可要想清楚，你这么做可是陆氏集团的罪人。陆晨，你还不跪？你还不求我？真是一帮跳梁小丑！我还求你，我求你个屁！这件事儿我轻松解决。好，我看你怎么轻松解决。先告诉你，这次跟七国财团谈判影响深远，如果谈崩了跟七国财团的谈判，整个江州未来的投资都会受到影响。到时候我不仅仅是赔偿300亿这么简单了。刘少，不行，就给这个姓周的道个歉吧。啊，有我在，他不敢怎么样。放心吧，大都督，您呢就好好看戏，有我在，这些事儿都不成问题。陆晨，你少在那吹牛了。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你懂什么是七国语言吗？啊，你拿什么去跟人家七国代表去谈判呢？就是跟七国财团谈判，抛除技术层面不讲，光是语言，至少要会七国的。陆晨，我承认之前你的确一鸣惊人，不过在实打实的实力面前，你也只有跪下求饶的份儿。识相的就赶紧给周总跪下来磕头道歉，祈求周总的原谅，不要再一意孤行，到时候给陆氏集团、给江州惹下大祸。我操，龙三，他俩都在我面前这么说，你还一直愣着干嘛？刚才不跟你说给我打吗？哎呀！陆战，你不请周总，等到集团破产了，你什么都没有。陆天杰，你这个废物，如何理解天道？今天本少就让你知道，你以为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在我的面前都是一帮雕虫小技。好，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件事情，看你以后怎么操作。Cosing Tenipolu Group, sono volato qui per parlare di cooperazione, sì, non prendi l'aereo, prendilo e basta. E per quanto tempo e piccarmi qui, così distinto, la discussione smetterli ok. 威廉先生，您消消气，实在是集团发生了一点点事情啊。I say, 书生赢，5月9日就经营大秘。实在不好意思，威廉先生，我已经被陆氏集团裁掉了，咱们合作的项目我不再跟进了。Igro stato licenziato? Allora Tulu Group, ci mi parla di cooperazione? Un bambino piccolo, suo quello acquisto a un ragazzino di venire per la City Cooperazione, stai giocando con noi Lu Group? 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上没上过？赌个屁呀！掐尖惩处都不会的小屁孩，你让他来跟我们谈合作，你们还能更羞辱一点吗？看到了吗，陆晨，你简直丢光了我们陆氏集团！
还不赶紧向周总道歉，然后退出继承权，恳求周总的原谅，把位置让给周总。跟他们说，合作看的是筹码，跟我年纪没什么关系。小刘，你要听话。这次七国财团将来江州谈合作，你要在翻译的时候多加点料，这样才能显得我周正英劳苦功高。到时我拿到奖励，自然也少不了你的。是，你贪污公司15万公款的事儿，发票还在我这儿呢。我绝对忠诚于周总，周总说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当初的伏笔，没想到用在这上面了。陆晨，今天就算你再有本事，也难逃我的手心。Lasciò i grof Anginio, non sigro show in questo mondo ci non passo farlo. La piccola Honzani del set ne sai. Cosa sigro di passo di front bench. 这翻译什么情？该不会是这老东西指使？哼，有意思，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能玩出什么花样。Oh no, portamelo inform Zani sto progetto vedo quanto più essere talentuoso, piccolo mocioso. Non hai dato di essere un genio? Via, ci tipo di inform Zani, Igor questa. Sì che biscai tac question inform Zani. Passo perdonarli per la tua presidente però l'arroganti irragianza uno corpo Zani che non tuo gruppo ma si non riesca per lo. Igor non insolta. Occo con di set Zani, i tipi in giro cardi scusari con noi. 威廉先生说了，这些项目资料你如果看得懂，合作可以继续谈；但你如果看不懂，就得向在场所有财团代表磕头道歉，并且割让30%的陆氏集团股权。刘翻译，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没错，他就是这样说的。周总，这些材料你看得明白吗？这些都是项目技术的核心资料，非常难懂，里面包含了大量物理学和热力学的东西。即便是我这种10几年经验的资深人士，我花个2天时间研究，根本不可能看明白。陆晨，你还在这儿装呢？周总都说了，像他这种几10年经验的行业高管，一时半会儿都看不明白的材料，你一个7岁的小孩怎么可能看得明白？还不赶紧跪下来磕头道歉，祈求七国财团大使的原谅？没错，谁惹的麻烦谁来擦啊！你一个小屁孩丢人，总好过陆氏集团割让股份吧？陆晨，这事情是你惹出来的，我命令你立刻给财团代表磕头道歉，平息此事。父亲，你确定这些资料我看不懂？哼，连周正英一时半会儿都看不懂的资料，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你能看懂什么？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到底看得懂这些资料。这是水质净化原理设计图。陆晨，你看不懂也就算了，你还在这里胡言乱语，你真以为你能猜中啊？晨，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胡说八道，耍弄财团。你如果惹怒了7国财团，对陆氏集团的影响那可是很深厚的。够了，陆晨！现在剥夺你陆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跪下，给7国财团的使者磕头道歉，否则还要加把伺候。翻译吧。我 nostro di giovane maestro lo hatte con una copia diagramma schematico della dipresione della qua. Come lo aspettavo? Ci piccolo mammo che megaloman. 想上完不掉比你大。说呀，怎么哑巴了？威廉先生说你答对，不过你还需要再认出9个字。这是反渗透核心技术的装备介绍。Il nostro suo è maestro detto. Questa azione va bene oggi. Oggi già nella applicazione per il fatto della qualità della. Ragazzo Megalaman, non solo la risposta era sbagliata. Abbiamo corretto di numero nostro consorzio di 7 nazioni.
威廉先生说你答错了，并且让你先在柜台面前磕头道歉。刘翻译，确定他是这么说的？怎么，你还想威胁刘翻译改词儿吗？你没看到威廉先生已经非常生气了吗？刘翻译，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自己说清事实，要么我让你蹲个10年监狱。我就是照着你的原话翻译的呀。很好。Senor William, my DSP is 毛宽楼期货 peanut data into design all transfers for Dell technology based on Mosi Inversa. Miami Predator, Elha Cambiata indiscriminate combo. Ileha on Pavapata Deliberatoment. Maleha Visco on la Brato. All transfers for Dell technology based on Mosi Inversa. Miami Predator, Elha Cambiata indiscriminate combo. Ileha on Pavapata Deliberatoment. Metafora Italiano? Solo pediatria. 你找哪里？我没有啊。第二期 non five repti quello ci mai avida pina dado in italiano Monsieur William. Stardi permetti. Sono copresani così importante. Mentimi tai faro a pezzi. 我没有，都是他指使我这么干的。你这是赤裸裸的诽谤你，他诽谤我，他诽谤我呀！诽谤不诽谤，你们自己心里清楚。Senor William, 到时候记下，Indi caro io biordineo la siamo ender per dopo tutto per la nostra collaborazione andiamo a aspettare lui traduco. Oh no, dovrei tradurlo per me, altrimenti voglio la tua vita. 这是等离子膜穿透技术。Nostro giovane maestro ha detto che questa ignorata tecnologia di penetrazione della membrana plasmatica. 这是污染粒子检测装置。Questo integral dispositivo di rilevamento di particle contaminanti. 该死！陆晨这个小屁孩什么时候学会的七国语言？这都能让他破解？可恶！这个7岁小屁孩简直比鬼都难缠，怎么都干不掉他。Arriva in sì. Suo piccolo prodigio del corpo, lui davvero incredibile. Uno, arrivederci. 哎，站住！我让你俩走了没？事情都办完了，我们留在这干嘛？就是，陈少如此聪慧，我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意义。陆天杰，你是不是忘了和本少的赌约呀？还有你，郑正英，你和那个翻译的事脱不了关系，你还想一走了之？你想怎么样？给我跪下！哎呀，小陈呐，你们两个毕竟是亲兄弟，我看这件事情就这算了吧啊！父亲，以前陆天杰贬低我的时候，也没见你这样说。陆董事长，正所谓愿赌服输，你还是不要再干涉了吧。陆天杰，还愣着干嘛呀？今天没人能保得了你，你到底磕头叫爹吧！爹！哈哈哈哈哈哈！这就对啦，大都督，到时候资料呢，我会送到你的府上。好的，陆晨小兄弟。爸，今天会议的场景你都看到了，陆晨那个小畜生当众逼着我给他跪下来叫爹，这不仅是把孩儿的脸往地上踩，也是把您的面子往地上踩啊！当然看到了，不过陆晨这孩子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不仅如此，他没经过您的同意，就强行霸占了我集团项目部总监的位置，还把我彻底逐出了集团。我好歹也是您的儿子，我现在在集团里没有丝毫的立足之地。啊，还有这种事情？是啊，现在整个集团都已经是陆晨一家独大了。这个小王八蛋，王八蛋，
他做的确实太过分了，一点手足之情的都不见，更是没把我放在眼里。谁说不是呢？啊，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你到集团去做投资部总监。我倒要看看陆晨能不能翻了天。投资部总监，谢谢爸，谢谢爸。你的意思是说，老爷子把投资部大权交给了陆天杰？是的，陈少。这个老爷子还真够偏爱陆天杰。我刚把他从项目部赶走，老爷子就给他安排了个投资部大权。陈少，您觉得这件事该怎么办呀？此事我了解了，你在投资部呢多发展一些眼线，帮我盯着陆天杰，一旦他有什么罪证，第一时间呈送给我。陆总，这是你的活动经费500万，帮我做事，自然不会吃亏。多谢陈少，那我就……老爷子，哼！让开！哟，小陈啊，你怎么突然来了？来，坐。我不能来吗？谁规定我不能来？能，当然能了。你可是集团的大功臣，当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哦，是吗？看来父亲没忘了。哎，那我就奇了怪了。我一个集团大功臣，刚把陆天杰给拆掉，你就给他安排了个投资部总监的位置，这把我脸！小陈啊，得饶人处且饶人，更何况你们两个血浓于水，你总不能把你哥哥逼死。我什么时候逼死他了？他又没有继承的资格，我把他开除掉，有什么不对吗？他再怎么说也是陆家人。陆家的人在集团担任了职务，怎么了？你为什么总是抓住你哥不放？你就这么容不下人吗？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老子才是集团的董事长，你只是一个继承人而已。我需要这么做，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哎呦，大功臣，还真是服你。果然和我预料的差不多，老爷子还是如前世一样偏爱陆天杰。看来我得早做打算了。这个狗东西又去找老爷，想把我逐出集团，我看他是亡我之心不死。陆少，不要慌张，老爷不是没听他的吗？可咱们不能被一个7岁的小屁孩天天牵着鼻子走吧？陆少，陆晨之所以能这么狂，还不是因为集团现在资金短缺，不得不仰仗于他。只要让他没了这笔钱，他就失去了翻腾的资本。可咱们该怎么样才能让陆晨把这笔钱拿出来呢？这还不简单，只要让老爷把陆晨的钱都借走，反正集团的缺口不仅仅是这180个亿呀。这招够啊！去。这是咱们公司财务部新做出来的新季度的财务预算，上面显示咱们公司的资金链还差200多亿的缺口。这怎么办啊？哎，爸，陆晨不是有钱吗？他一个小屁孩要那些钱也没什么用，咱们可以先把他的钱借过来做流动资金，差不多70多亿。我刚刚为了你的事情闹掰了，怎么肯借？爸，
陆晨可是咱们公司唯一的继承人，他不借，咱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借。好，就这么办。老陈，你来了！哎呀，来，坐啊！哎呀，这不必了吧？哎，客气什么？你可是集团的唯一继承人啊！坐。是啊，陈少，你想做到哪儿，还不是随随便便？这未来的陆氏集团都是你陈少的呀。说的是。对你这么客气，看来这场局十有八九都是鸿门宴。父亲今天找我来是有何事？这不是集团遇到了困难吗？需要你的帮助。是这样，集团呢出现了200亿的资金缺口，你是集团的继承人，你可不能不管。是啊，陈少，你上次炒股不是赚了70亿的现金啊？你正好把它拿出来借给集团，可以解决集团的燃眉之急啊！是啊。借？我为什么要借？这些钱在你的手里也没有什么用，对不对？你正好把它借给集团，可以帮助集团渡过难关嘛。看来设下这场局是想把我的钱全借走。正好我今天要炒股，那就以炒股破局吧。没用，我拿来炒股不是挺有用？陆晨，你先前靠的是运气啊，这股票可不会让你一直赚钱的，所以你还是赶紧把钱借给集团吧。啊，我凭运气啊，你这个靠一时的运气赚了点钱，你还是见好就收吧。收？看来你们是真不知道我的实力。拿电脑来。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股神。陆晨，不要闹了，眼下集团大局为重啊。陆晨，现在公司面临大面积的资金短缺，你却把钱放在股票上，你有空暇的钱拿去炒股，却不把公司的安危放在心上，是吧？我有没有把集团放在心上？到时候我赚了钱了，自然会拿出一部分财产分给集团。陆天乾，你在这给我指手画脚，我倒要问问你给集团贡献了多少钱？我当然是想做一些贡献了，只不过现在我手里没那么多钱而已。哦，明白了，原来是个小第三呀。给我买入先锋股票，分批建仓100万手。陆晨，你瞧瞧你有多自私啊！你拿着钱去买股票都不愿意拯救公司，你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做公司的继承人呢？陆晨，你太过分了！你如此行径，完全没把集团的安危放在眼里。看，你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个集团的继承人。这就是你所谓的展示，这就是所谓的股神啊！一只不断下跌的股，陆晨，你可真是会选啊！你懂个屁呀！张助理，继续补仓，低于1万手的小单全部给我吃掉。陈少，现在卖盘太多，股价是呈下跌趋势，我们继续补仓也完全不起作用，股价拉升不起来啊！别废话，我要你怎么补你就怎么补。是。陆晨，你可真是疯了！现在是个傻子都知道这只股是暴跌的形势，你还一直不断往里投钱，为了不救公司，你还真是不择手段呢。没错，陆晨，你太过分了！董事长现在碰到资金危机，陆氏集团岌岌可危，宁愿把钱都亏进去，也不愿意借给集团，其心可诛啊！陆晨，你看你像你这样的，你不为公司大局着想，你有什么资格做继承人呢？我提议废掉陆晨继承人的位置，
像这种没有担当的人，就没有资格做洛氏集团的继承人。废掉继承人！废掉继承人！不好了，陈少，买盘越来越多，股价已经降到10块了，不，现在已经降到9块5了，还在下跌，马上快跌破9块。陈少，要不别补了吧？看到了没？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只股票一直呈现的是下跌的方式，你还继续往里加仓，你是非得把这些钱亏光不成？难不成这些钱跟你有仇啊？陆晨，我劝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是要把董事长气死吗？陆晨，我命令你赶紧收手吧，把钱转给集团，集团现在正是用钱之际啊！继续给我补，1万15以下，给我统统扫进。不，继续给我补1万以下，统统吃掉。陆晨，你还继续往里补，你真是个傻子呀！啊，你还嫌亏的不够多是吗？陆晨，你之前赚那笔钱只不过是你运气好，你还真这么自信，真把自己当股神了？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股神，你股神个屁的股神！你都亏多少钱了？真是笑话！我还以为怎么展示，原来是展示怎么亏损。陈少，真是丢人现眼呀！董事，还在这愣着干嘛？给我掌嘴！陆晨，你把所有的钱都败光了，你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败家子儿，你就是个畜生！你懂个屁呀！方助理，继续补仓，只要是低于1万手的小单，统统给我吃掉。是。不好了，陈少，网传消息，这家股票财务造假，证监会要对其进行停牌审查。加仓，继续加。什么？你还加仓？你懂不懂停牌什么意思？你跟钱有仇是吧？你非要把钱赔光才好是吗？陆晨，你会不会玩股票？财务造假的票你都敢买？你若是不想打钱，这个陆氏集团你就直说，何必把钱赔光？你跟钱有仇啊你！陆晨，你赶紧给我住手啊！这不用。他们都是一群傻子，给我继续加。好。陆晨，你还说我们是傻子？我看你才是那个傻子！股市马上就要停牌了，你还继续加仓，真是愚蠢！上市公司但凡参与资金造假，不死也得扒肚皮。这时候你还要继续加仓，小屁孩儿，你会不会玩股票？陈少。已经降到8块了，加仓，继续加。陈少，已经降到7块了，继续吃进。不好了，陈少，出现了一个500万手的大卖盘砸盘，票已经降到6块了，已经降到5块了。傻子，自作孽不可活。等的就是现在，一口气全部吃进，打光送资金。陈少，根据您的吩咐，我们70亿现金已经全部用光，目前手握先锋股票846万手，平均每股建仓8.27元。好，坐等收钱吧。还收钱呢？你就已经被人家当成韭菜接盘了啊！估计是卖家正在家里烧高香供着你呢。原来这就是股神啊！亏的最多的股神。股票翻红了，也就跌了。又翻红了！哎呀，怎么又跌了？这还在持续波动啊？是吧？翻涨了，哪里亏了？不，7块，涨到10块了，涨到15块了，还在涨疯了！陈少，您这一波釜底抽薪，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伟大的操盘，您们纷纷拉红，我的股票涨疯了！快，全都抛出去！快，抛出去干嘛呀？我好不容易建的一把庄，岂能这么便宜卖了？让子弹飞一会儿。陈少，股票停牌了，再不停牌，它就要破产了。等着接电话吧。接呀，记得开免提。喂，方女士吗？最后一记500万手是你吃下的？没错，怎么了？你没那么大能量。让你背后那位接电话吧。喂，你好，我是刚才砸盘先锋控股的空方，我们认栽。你说吧，你们打算什么价格才愿意交出筹码？ 20块吧。不可能，那我们宁愿鱼死网破。
陆先生，你也不想闹得太难看吧？我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但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轻易。行吧，那你打算给多少？10块。你开什么玩笑啊？最低19。15。16块5，别说了。房助理16块5，全部交出去。我没看错吧？竟然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将本金翻了1倍啊！这简直是股神啊！我们陆氏集团有这样的股神坐镇，那岂不腾飞了？你们俩是不是说我这笔钱没有用啊？来人，把他们给我摁在地上！老陈，我们呀，就是怕你把股票亏了，都是为你好。是啊，我们是为了你好。你想，你是集团继承人，万一资金链断了破产，你的损失是最大的呀。你们嘲笑我、辱骂我，都是为我好。对啊，对啊，都是为你着想嘛。你们真把我当傻子了？当傻子，当傻子，当傻子！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把我当傻子？还有你这条老狗，你真是阴魂不散呀！刚才说什么？我股神个屁是吧？没有。还狡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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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辩！你们这帮狗东西，脸皮厚的把本少的手都打塌。不愧为集团的继承人呢，也只有你有资源、有能力管理好集团，带领集团飞黄腾达呀！小陈呐，你看你这一次赚了这么多钱，能不能借100亿给集团，帮助集团度过这次资金的难关？反正这钱以后还都是你的嘛。老狐狸又在给我画饼，要不是前世深度了解了你的为人，我还真信了你的鬼话，把钱借给集团。不过这一世我要布局，100亿我当然可以出，不过这借钱就不必了，融资吧。不是，这我怎么了？我又不需要集团还我钱，反正以后集团也是我的。我现在融资多掌握一点股份，有什么不对？那就算了吧。你们这把我当外人，这钱没必要出呀。消消气啊！答应了还不行吗？100亿，按照战略融资的习惯，我身为继承人，100亿打个8折不过分。那这样吧，15%的股份，你看怎么样？绝对不可能，15%不可能给你。这不行啊，我们也不同意，这太多了。陆大少，您身为陆氏集团继承人，应该多体谅体谅公司啊，按照市场价来融资啊，不能搞这一手吧？嫌价低的话，你们可以去找别人，没必要来找我呀。啊，消气，15%我是不可能给你的。这样，10%，这样吧，70亿的融资，11%的股份，要是还不行，就没得谈了。好，答应你还不行吗？小赵，去拟一份融资协议书。慢着，我要正规办。恭喜你成为集团第2大股东。多谢父亲栽培。陆天姐，你也看到了，我都已经成为公司第2大股东了，跟我斗，你有什么资格？哎呀，周总，都这个逼样了，你还看这些东西干嘛？有什么意义？陆总，你就这么被这个小屁孩欺负，你就不想报仇吗？我当然想了，但关键是现在他已经是集团的第2大股东了呀。就是因为他现在是集团的第2大股东，
我们就是更好报仇。哦，你的意思是啊？他不是口口声声说集团陆家说的算吗？咱们就把集团的资产坐地转移出去。可是这些股东怎么办呀？哎呀，你怕什么？他这次融资看似成功了，但是也稀释了其他股东的股权啊。陆家的话语权越来越高，只要咱们低调一点，那些人根本就不会找咱们麻烦。那老爷那边怎么办呀？老爷怎么了？老爷这么多年哪一次对你不都是偏心吧？啊，就算是被发现了，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啊！回来。陈少，我得到消息了，陆天杰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售卖公司的资产，并将赚取的利润偷偷转移到他名下的一家关联公司。这是咱们安插在投资部的同事刚刚收集的证据。这个陆天杰真是好胆呀，偷钱偷到咱们头上来了。陈少，您可千万不能让陆天杰继续转移公司的财产啊！那是当然。老爷偏袒陆天杰，人尽皆知。我这么去找他，他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我得做好两手准备。行了，此事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复命吧。是。那个龙三，你把那些证据复制一下，然后托人转移到证监部。而我要亲自会会老爷。父亲，有人偷盗我们公司财产，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应该管管吧。偷盗集团财产，谁这么大胆子？管，当然要管。这是天杰，他竟然敢转移集团财产！没错，这些都是陆天杰的罪状。低价贱卖公司资产，将原有的利润转移到自己名下的一家公司。这件事要是抖出去，判他个10几20年，都算是轻的。天杰个王八蛋！小陈，你放心，我一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绝不姑息。那父亲打算怎么处理呀？这个天杰毕竟是你的亲哥哥，要不就警告一下，他以后不再犯就好了啊。父亲，这么严重的事儿就警告一下，这种事都是犯法的。要是被那些股东和股民知道了，那后果……行了，直接开除。小陈，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有父亲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陆天杰，你竟然敢背着我转移集团财产！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被小陈给盯上了？陆天杰，你现在所有的证据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你现在立刻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谁也帮不了你。好。爸，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该财迷心窍。不是你太蠢了。转移集团财产这种事情，你都瞒不住我。看看这个资料，今天要不是你拦着，你就被陆晨送到监狱里去了。那该怎么办呀，爸？陆晨让我把你逐出集团，永不录用。不行啊，爸，我还要在集团上班，我不能被开除啊！我当然知道，如果不把你开除的话，陆晨一定会抓住这些证据不放，到时候谁都保不了你。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你这样，把所有的钱全部都还回来，我帮你销毁所有的罪证，到时候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说什么？你被开除了？是的，陈少，我今天早上也因为左脚先踏入办公室的缘由被开除了。不仅如此，整个投资部都遭遇了大清洗，我安插的那些眼线也全部都丢掉了饭碗。那些证据呢？证据也全部都被销毁了。好，老爷子，我拿证据给你看，你还反手给我连锅端，你太狠了吧你！陈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别慌，我会让你们官复原职的。龙三，带我去会会老爷子，这次我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走。行，陈少，怎么又来告我黑状了？陆天杰，你还真有本事，居然现在还敢在集团里混饭吃！你在说什么呀？我看根本就是你栽赃陷害。老子明明没有转移资产，你却偏偏举报我转移资产，你还真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是我栽赃陷害，还是你们销毁证据？这两件事谁做的，谁心里清楚。我心里清楚又怎么样？你有证据，老爷已经把你安排的人全部都给拔除了，你有证据又能怎么样？怎么，你很得意？你说对了。我就是很得意，尤其是我知道老爷把你安排的人一个一个的给拔除以后，那种滋味儿，别提多爽了。是吗？告诉你现在有多爽，待会儿就哭得多惨。大话谁不会说？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贪了，你又能怎么样的？只要老爷站在我这边，你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永远都奈何不了我，是吗？那咱们走着瞧。父亲，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帮陆天杰销毁所有证据，把我的资金链那些人都开除掉。陆晨，你在胡说什么呀？是胡说还是不敢认呀？陆晨，我知道你对你哥哥有偏见，你也不想让他待在集团，但这并不能成为你诬陷你哥哥的理由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哥哥并没有贪污集团1毛钱，没贪污1毛钱。那我昨天拿了的那么多证据是什么？一沓废纸吗？你的那些所谓的证据啊，我都已经详细的核查过了，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个是集团投资部的核实资料，里面详细的记录了所有的资料，你好好看吧。哎，我说父亲，你还真为陆天杰真的天衣无缝。陆晨，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难道非要与你的哥哥斗个你死我活吗？啊，你现在主要的心思应该放在学业上，而不是集团的内斗上。姐。哟，老陈也在这儿啊！哟，小陈也在这儿。父亲，你确定要保陆天杰？什么保不保的？我身为集团的董事长，对待集团所有事务都是公平公正的，不存在保谁不保谁。你不要恶意的揣测于我，也不要再诬陷你哥哥啊！陆晨，我知道你嫉妒天杰少爷担任投资部主编，但这也不是你拖脏水的理由吧？小陈呐，咱们两个可是亲兄弟啊，在集团里我们应该相互帮助，相互友爱。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啊？陆晨，你哥哥说的对，应该团结友爱。你要向天杰好好的学习一下，不要整天
怎么出身的？这搞了半天，这贪污集团的不像是那么接近，还偷像是我了。你要是这么想，没办法。就是陆晨自己找的麻烦，哎，你赖谁呀？啊？父亲，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要保陆天杰？陆晨，你闹这一出，意思就是陆晨，你口口声声说我们天杰少爷贪污了集团的资产，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你光泼脏水呀！陆晨，你也都听到了。行，今天你还逃得开你！小女孩，你不是在逗我吧？你真是开董事长！陆晨，你要开除董事长，你怎么不说你要上天上跟太阳肩并肩呢？哎，陆晨，我知道，哎，你嫉妒天杰少爷，但总不至于嫉妒到啥的程度吧？陆晨啊，不要再胡闹啊！我可是董事长，没有谁能开除得了我。你确定？那就别怪我启动融资协议7.3条，致集团于死地。陆晨，少下！融资协议7.3条款是指当集团出现重大违规，投资人有权停止资金划扣。但现在集团没有任何违规，你这条根本启动不了。陆晨，你启动协议，你拿什么启动？你根本就没有证据，你一直在诬陷我，你拿什么来启动？是吗？证监会在2天前已经收集了集团的所有证据，现在我只要打电话，证监会就可以立马启动调查。那又怎么样？那也不过是启动调查嘛。我们不做亏心事，肖文，你根本就影响不到我。话还没说完呢，一旦启动调查，就算你们不违规，我也可以随时抽回资金的许可。但是集团如果失去所有现金，那就……你记性很重啊你！威胁董事长！所以，如果今天是你开他呢，还是我开你？所以，刘董事，这次到底是你开他呢，还是我开你呢？陈，威胁我！哎，我威胁你，刘锤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你，陈，好生歹毒啊！你竟然拿公司的生死命来威胁董事长！你这个小畜生！我看你是把坏事都做尽了。冯三，大爷，小三了。先把这条狗给我打一顿。陆晨，你还有没有点敬畏？你居然在董事长面前，在董事长办公室里殴打兄长！你闭嘴！陆晨，你这太过分了！过分！刚刚你们一个个颠倒黑白的时候，怎么会过分？刚刚你们一个跳国家旋律，怎么会过分？你，郭董事长，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开掉他，要么我开掉你，自己选吧。这是在逼逼你！你听的吗？好笑。你要不是你偏袒陆天杰，这个事儿也不会到他这里。少废话，快选吧。你休想！那就别怪我喽。喂，是李科长吗？我上去。我开就行了吧？这就对了嘛！赶快起草那份永久免职协议吧。
天杰，你不是说有老爷子撑腰，我就开不了你？怎么？你看看你现在被我开掉了没？一个废物私生子！走。太无法无天了！你这个孽障，可恶！搬走，统统搬走！只要是陆天杰的东西，全部扔出去！陆天杰啊，陆天，你已经让我给你免费搬2次家了，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我给你搬第3次家。少爷，赵秘书。陈少，哦，你来了。之前我也说过，你们一定会官复原职。等会儿你去找一下人事的叶经理，给你们那些手下都安排一下。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真的，多谢陈少。至于你嘛，连投资部也没什么合适的人选，你先帮我去管一下投资部。那陈少的意思是我投资部总监。谢谢陈少，多谢陈少。只要愿意帮我干活，我是不会亏待手下人的。请陈少放心，我呢已经尽心尽力替您尽全马之劳。少爷，办公室已经整理完毕，所有陆天杰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走，咱们去看看办公室。果然是他，前世江州声名赫赫的烂尾工程云城1号。后来因为政府规划涨疯了，前世据说有个李姓商人提前在这儿囤了一大批烂尾楼，赚了整整400亿，震动整个江州。要是我能在这儿提前囤上一批，陆天杰这个蠢犊，给他投资部也是白瞎。还是看我怎么把陆氏集团带上巅峰吧。帮我查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烂尾楼，价格低廉，都可以和他们接洽一下。烂尾楼，陈少，你怎么突然想买烂尾楼？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了，按照你的意思办就行。是，陈少。陈少，我按照您的吩咐进行询问，还真的有不少公司愿意出手，就是奈何咱们公司现在没有空闲资金啊。没有空闲的资金，不可以用流动资金。陆总，流动资金可千万不能碰啊！碰了，集团的资金链会断裂，公司会破产的。放心，我心里有数。这片还不错，我也要了。这个也还行，要了。这儿我也要了，这儿都要了。这一片，还有那一片，我全要了。陈少，这是真的吗？你该不会诓骗我吧？骗你干什么？过几天集团就来签收购协议，到时候给你们打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要不我们先走了。哎呀，终于把那片烂尾楼卖出去了，这下发财了吧？总算是解套了。哎，待会儿我请客啊，无醉不归。还是陆氏集团大气，说收购就收购。走。哎呀，陈少，您疯了！您用集团的流动资金囤了200亿的烂尾楼，天下集团不破产了吗？破产？离咱们公司破产还早着呢。啊，对了，龙三，那个你和方助理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韦少爷，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方助理那边也收购了七七八八，很好。我可不希望到时候我赚了那么多钱，集团却不是我的，变成他人的嫁衣。哎呀，别难过了，陆少，来喝点酒。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陆少，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有什么好消息啊？我跟你说，
陆晨他这次他烦了，他彻底烦了，他死定了他！你说什么？他脑子疯掉了，你知道吗？他居然擅自动用集团的流动资金，囤了200亿的烂尾楼。集团现在资金链已经出现严重断裂了，是要破产了。什么？这个蠢货！不对呀，如果集团破产了，那我岂不是也破产了吗？这算什么好消息啊？哎呀，不，杰少，你太小看陆氏集团了。是200亿的烂尾楼，不是亏损了200亿啊！只要能找到一家银行或者融资券商周转，陆氏集团还是能勉强应付的。你的意思是，不管陆氏集团最后会如何，他这次完了，他犯下如此弥天大错，肯定会被剥夺继承人的位置。到时候就是天杰少爷你上位继承人的时刻啊！陆晨，这一次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个怎么办呀？集团资金本来就短缺，现在又要填一个200亿的大坑，我看这不是要破产了呀！董事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教育孩子的？拿集团200亿出去玩，把我们这些股东当空气呀！就是，如果集团出现巨额亏损，陆董事长，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承担所有代价。陆董事长，你别怪我们不讲理，实在是你对孩子太过骄纵。我早就说过，天杰这孩子挺好的嘛，懂事，适合做这个继承人。结果呢，非要选一个7岁的小屁孩，他能做什么继承人呢？够了！陆晨呢？刚才已经差人去叫他了。小混蛋，等他来了，我非要好好收拾他不可。谁要收拾我啊？陆晨还敢来？又是你们这2条喜欢汪汪叫的狗，许久不见，还真是倍思想念。陆晨，你太过分了！你还有没有点认错态度？就是，你已经犯下了弥天大错，坑走了我们200亿，居然还敢在这给我嚣张！我为什么不能嚣张？我凭什么不能嚣张？我操你！陆晨，你难道意识不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吗？不知道你给公司带来的灭顶之灾吗？就是，我们陆氏集团马上因为你的行为而破产，我要把你送进监狱去！破产？谁告诉你们要破产了？我要把集团带到腾飞才对，到时候你们都得把我供起来。还供起来？凭什么？啊？就凭你那一堆200亿的破烂尾楼，你把我们这些股东都当傻子吗？就是，陆晨，你也太愚蠢了！你也不猜猜那些烂尾楼为什么烂尾？要是建成能盈利的话，它还会烂尾吗？蠢货！没错，你给我们集团带来的巨额损失，你简直就是个罪人！够了！陆晨，我命令你现在立刻跪下，给各位叔叔伯伯们磕头道歉。这样的话，我也好在监狱里少蹲几年。我还道歉？我道歉个屁！我道歉！你给你们说，这些烂尾楼，我是要赚400亿的。到时候你们都得跪下来说，我陆晨带着大家赚钱。陆晨，你还活在梦里吗？啊，200亿囤一堆烂尾楼，说要赚400亿，你装个锤子啊！啊，陆晨，你没听到刘股东刚刚说的吗？啊，这烂尾楼为什么是烂尾楼？这烂尾楼要是能盈利，它就不可能不建成。你一个7岁的小屁孩，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真是蠢不可及呀！我做新房我都没有赚过2倍的利润呢，你一堆破烂尾楼还想赚400亿？你以为你是投资界的神话呀？陆晨，别说400亿了，你要能挣1块钱，那都是你的本事，我照样跪地道歉。400亿，400亿，我现场叫你爹，笑死了！他妈什么牛都敢吹呀！怎么，
一个个都不信是吧？我信你个锤子！陆晨，我承认你之前是有些本事，但这可是烂尾楼，卖都卖不掉的东西，你还想从他身上盈利，你还真是个笑！还赚400亿，你要能赚400亿，我就吃4斤屎！有意思，有意思，越来越有意思了。龙三，把他们说的话都给我记下来。5分钟后，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兑现。兑现？兑个屁呀！啊！你以为你的烂尾楼是学区房啊？啊！你还猜对了，我的烂尾楼就是学区房。你还猜对了，我的烂尾楼就是学区房。学区房，你怎么不说它是棺材板呢？啊！就是一堆破烂尾楼，还想变成学区房，你可真是爱做梦。学区房，学区房个屁！那地方是个空城，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你怎么敢想的呀？陆晨，那分明就是一堆棺材板，你居然能想成学区房，我不知道该佩服你的勇气，还是佩服你的愚蠢。这孩子疯了吧？啊，赶紧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去吧！那要是市政府搬迁到那儿呢？还市政府搬迁到那儿？市政府？不可能，市政府怎么可能搬迁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你以为你谁呀？你想让市政府搬到哪儿，市政府就搬到哪儿。要是真的有这方面的趋势，你以为我们这些股东都是傻子不知道吗？陆晨，你不要再装疯卖傻了，在这里满嘴跑火车，故意拖延时间了。你还是赶紧给各位股东跪下来磕头道歉，然后主动退出你继承人的位置吧。没错。够了！我现在宣布剥夺你陆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从今往后，你与陆氏集团再半毛钱的关系，更是让你到监狱里好好的劳改去吧。好消息，好消息！江州市政府要搬迁到云州1号附近了，集团楼下已经围满了开发商和银行，我们的烂尾楼涨翻了。什么？涨翻了？这怎么可能？你确定？你确定你没有说谎？市政府真的搬过去了？这种大事我怎么敢骗你们？现在银行和开发商都在楼下呢。张哥，这回你们陆氏集团发财了！市政府要搬迁到云城1号，结果烂尾楼全被你们陆氏集团给囤了。到时候不要忘了带带老兄我呀！你们陆氏集团有那么多烂尾楼，你董事长牵线搭桥，放心，我出费大大的。太好了！这集团发财了！虽然陆少，我错了，我公园看人低，我不是抬举。你说说你们，我好心带你们赚钱，你们还敢骂我？陆少，你看您这一手收购巨量烂尾楼，是我从业20年以来见过最伟大的操盘，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呀！陆少，我要拜你为师。陆少，你简直就是投资界的神童啊！陆少，你完全是投资之神呐！父亲，您刚才说什么？要剥夺我唯一继承人的资格？啊！谁要是剥夺我邵董事长继承人的资格，我一个不答应。没错，我也不答应。就是，我也不答应。呀，陆晨呐，啊，你这么优秀，我怎么可能剥夺你的继承权呢？是吧？那刚才谁跟我说要吃4斤屎啊？怎么不说话了？以为不说话就可以逃避吗？你们也太让人失望了！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让他好好吃。
陈少，这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说过这话啊。没事，赏你2斤。哎，你不能让我吃屎啊！陈少，我可是你大哥，我不能吃屎！陈少。陆少爷，听说你之前统计了巨量的烂尾楼，是市政府搬迁的最大赢家，对此你有什么感想呢？据说你之前通过炒股前后赚了100多亿，这是真的吗？感想没什么感想，我对钱也不感兴趣。至于炒股前后赚了100多亿，这不是很正常？行了，司机，我们走吧。啊！谁要是剥夺我邵董事长继承人的资格，你怎么答应？没错，我也不答应。就是，我也不答应。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集团的董事都要拥护他来做董事长。不行，我必须要把这种威胁杀在摇篮之中。陆晨这个小王八蛋简直是太毒了，我以后再也不想再跟他作对了。谁说不是呢？简直跟见了鬼似的，次次都能输。这小屁孩是开挂了吗？老爷子，昨晚了给我打什么电话？喂，爸，现在？哦，好。爸找我来是为何事？是啊，董事长，是这样。我觉得陆晨这孩子性子不够沉稳，我还是希望你来担任集团的继承人。别，爸，我惹不起陆晨，我现在完全没有竞争集团继承人的想法。你这个废物，怎么养出你这个怂包来？董事长，您先别生气，主要是陆晨这个小屁孩都不按常理出牌，天杰次次都是惨败，已经有心理阴影了。是啊，爸，这个陆晨根本就是个妖孽，我跟他对抗了好几次，根本就不是其对手啊，不是他的对手，你就可以认输了。我养你这么多年，怎么养出你这个废物儿子？陆天杰，老子告诉你，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必须公正。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明明已经争不过了，老爷为啥还要让我接着争啊？你以为你是在为自己争，是老爷在为自己争。什么意思啊？你今天没看到吗？那帮股东纷纷站队效忠陆晨，长此以来，陆氏集团还会是董事长的吧？我明白了，老爷让我继续争夺继承权，其实是想借我的手将陆晨彻底从集团中赶出去，而我不过是老爷手中的一枚棋子。这也是你的机会。俗话说，小卒子过河便是车。只要你能在董事长的帮助下拿到继承权，那陆氏集团就是你的。呵，坐啊！董事长说有要事相商，不知道是何等要事？就是啊，董事长，这么多年老熟人了，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讲，非得找这么隐秘的地方来讲。这是订签了分发融资扩股协议，稀释股权。啊，陆晨呢，年龄还小，有很多事情他把握不住，他误了分寸，所以需要我们这些长辈啊帮他来顶夺。董事长作为父亲的都不介意，咱们介意什么呀？是不是？就是，他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股权？玩得明白吗？
还是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和他一块把握把握喽。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那我也加入吧。所以老爷子是想对我动手，是的，拿我的股权分割给别人，还真是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呀。可惜啊，这次老爷已经失算了，他根本不知道陈少年在很久就已经开始布局。我从不会高估人性，尤其是老爷子的人性。把你妈留给你的遗物交出来！我让你把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交出来！爸，是我吧？陆晨，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拿，你哥教育你是对的。不是这样的，那明明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妈经过我同意了吗？她凭什么留给你啊？告诉你，最好把股份交给你哥。我告诉你，除了你那死去的妈来了能救得了你，谁来都保不了你！赶紧把股份给我交出来！陈少，那我们胜券在握，静观其变。现在我宣布，股东大会开始。慢着！我还没来呢，谁敢说开始？陆晨，你不在家里好好上学，你来参加什么股东大会啊？你这是不务正业！我不务正业，我好歹也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为公司创造了几百亿的 GDP。我不来参加股东大会，那才是真正的不务正业。哼，有压力吃。切，一边去！会议正式开始，先进行第一项。最近集团的资金短缺，又加上收购了200亿的单，压力很大呀。所以我决定引进一家东华公司350亿的战略投资，融资之后，各位的股权会被稀释。我赞成，我也赞成，我双手赞成。我反对。你反对什么？你见不得公司好吗？就是啊，现在公司面临财务危机。陆晨，你是不是想拖公司后腿呀？陆晨，不要胡闹了，反对无效。你确定我反对无效？那不然呢？你不过持有11%的股份，你能翻起什么风浪啊？要是公司法没有背熟练，就赶紧回家去背去。没错，陆晨，难不成你觉得在座的各股东还是在支持你吗？好了，陆晨，不要再耽误我们宝贵的时间了。我看小孩子还是回家去吧，这儿是大人才能来的地方。你们怎么确定我只有11%的股份？那不然呢？难不成你还想着让父亲的股份分成给你不成？我看你简直是痴心妄想。陆董，到底是我说呢，还是你说呀？怎么，你拿到了20%的股权转让？废话。这是陆晨母亲叶女士生前在我律所做完公证保留的遗嘱，她陆氏集团20%的股权将全部无条件转赠给陆晨先生。什么？看到了没？现在我的股权不再是11%，是31%。那又怎样？现在这么多股东在这里，你一个人能翻起什么风浪？陆天杰，你还真是一个废物，居然连20%股权会自动拥有集团重大事项决策权都不知道，你和白痴有什么区别？现在我就用我的重大决策权彻底否定集团的融资提案。不敢！我怎么不敢？陆晨，我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融资协议必须通过，否则我不建议通过董事会永远取消你的决策权。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不就是和这些股东一起想吃掉我的股份吗？这又如何？我告诉你，你拥有再多的股权又有什么用？到最后，这公司还是我的。我最烦就是跟你说话，龙三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他！来着！哎，这里是集团，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保安，把他给我赶出去！住手！既然你自己找死，那你也就别怪我。助理，这是从二级市场上收购的8.7%的流通股票，也就是相当于8.7%的公司股权。那又怎么样？31%的股权加上8.7%，无非也就是39%。哼，现场这么多股东呢，照样可以通过决策。你还真够自信的。不好意思啊，各位。陆董事长，其实我是卧底。39.7%加上12%，我控制的股权一共为51.7%，我才是陆氏集团的实际掌控者。什么？这怎么可能？不是吧？这都能让他的翻版？陈少，我呢，其实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内心呢就跟你在一块儿了。还有我，这他妈的也能行？老爷子，老眼昏花就别干，还是乖乖给我退位让贤吧。老柴，你竟然敢谋权篡位！我怎么不敢？我为何不敢？这个歹毒的小畜生，这一切你是不是都计划好了？那还不是你逼的吗？我也给过你机会，可你呢，居然想慢慢吃掉我的股权，将我踢出集团，把集团留给陆天杰。来人，把老董事长给我带走！你们敢？你们反了！哎，陆晨，你小畜生，既然敢欺师灭祖、谋权篡位，你不会有好结果的。哎，现在我担任新任董事长，谁赞成？谁反对？好，那我就是新任董事长。服了，我们服了。光服怎么够？小雪，这就是你们2年贪污集团的证据。我看你们呀，还是在牢里好好待着吧。